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这一节课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墨骨的红盒。那么今天咱们用的只是一个云龙轩，也可以用一个半生熟的卡纸，都可以的。首先，咱们用墨色中墨勾咱们的莲蓬的地方。那么今天的莲蓬呢，咱们会勾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家也看到了，不是像平时咱们有莲子的这种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盆，对，莲蓬它的形式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咱们在勾的时候，用小的钉头鼠尾，先把它莲蓬最上边的地方，咱们一个一个把它勾出来。勾完上面，咱们现在看一下莲蓬下边的啊，就是咱们也有莲墩墩的地方，咱们把它也是钉头鼠尾。现在咱们就开始调颜色，藤黄色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花青色，或者咱们的太青蓝都可以，调一个浅浅的绿颜色。对，笔尖上最后先蘸一点点的这个绿颜色啊，你看，再蘸一点咱们花青。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可以看这一笔颜色画咱们的花头啊，从咱们的莲蓬上面开始。那么这个颜色呢，其实和咱们画莲子是一样的笔尖儿是重颜色，从最上边你看从勾下来是不是？那么笔尖上再来一点咱们的花青，对，稍微再把它提一下，把它结构的地方画出来，和画莲子是一样的，只是今天的颜色呢，咱们用的是一个绿颜色。每一个都把它就这样晕染一下，从咱们的这个莲子的尖尖，因为今天这个莲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苞的莲子，所以中间把它用一点点咱们的花青色稍微提一下，让它深一点。那么它是蜷起来的一个，是不是？现在咱们再调一点浅浅的绿颜色，对，把中间和下边稍微拿笔扫一扫。莲蓬也是一样，先是浅绿色，咱们把它从边边开始晕染，然后里边轻轻的扫一下，用浅绿色把它扫一下就可以。侧面咱们就是用一点点墨汁淡墨，加一点咱们的花青色都可以，把它的莲墩墩也稍微勾一下。那么勾完之后，仍然是用笔尖上蘸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烟紫色你看绿颜色的笔，然后上面蘸了一点点，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烟紫色，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红颜色。那么现在再调一点点咱们的三绿色，笔尖调三绿色加咱们的藤黄色，咱们要把莲子就是咱们上面刚才画的莲子的位置，那么再提一下，让它这个立体感更加的明显，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用的三绿色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藤黄色。那么现在呢，再加一点点的，稍微加点白颜色，加点鹅黄都可以，让它有一个变化就可以。那么绘画的莲子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说绘画它是相通的，咱们学会了一个，别的就是一样的，都可以去画。好，现在咱们把它提一下。下边用太白色加了一点，是不是就颜色浅了，也就亮了。下来咱们再加一点点的三绿色，把莲蓬也稍微点一下，对，把咱们的莲蓬稍微有一点点颜色。那么再加一点珠标也可以，你看，让整个的莲蓬呢要有一点点变化。下来咱们再加一点太白色。那么把莲子，所有的莲子再提一下，把它最高光的地方，对，再提一下，让莲子的立体感更加强一点点。现在咱们就要开始画花瓣了。那么在花瓣之前，咱们先调一个颜色，在太白里边先加一点水，然后把它搅得像牛奶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颜色里边加一点点的三绿色，一点点，让它有一个粉粉的绿颜色。咱们把毛笔刮一刮。这个颜色一定要把它搅匀。那么刮完之后，看过来咱们今天怎么去用笔？这个颜色要沾到咱们笔肚的地方，记着咱们这个颜色一定是沾到咱们笔肚的地方，千万不能就是说把这个颜色调得太稠。那么你看我再刮一刮，所以说墨骨的画法，第一步
怎么去调色，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笔根，咱们把它沾一沾，把刚才调的这个浅绿色，对，稍微粉粉的绿颜色沾到咱们笔根和笔肚的地方。现在笔尖上看过来蘸太白色，那么这个太白色就稍微要稠一点点了。好，现在蘸完之后，笔尖再来一点点胭脂色，这是咱们要的红颜色了。啊，笔尖上一点点胭脂色啊，不要太多。那么现在咱们从第一个小的花瓣开始，笔尖压一下，你看稍微压一下啊。那么今天啊，关键是看咱怎么去用笔。那么稍微把笔杆啊拧一下，粘管的形式，对，你看轻轻扫下来。那么扫的时候，最后要连接到咱们莲蓬的地方。那么第二个花瓣仍然是这样啊，咱们每一个花瓣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你看，走慢一点，千万不要太快。那么轻轻的压一下，哎，让它走下来。那么里边啊，这个再旋一下，让它这个花瓣呢里边也有一笔。咱们啊，现在就是这个花瓣画的时候，一定记着都是从尖尖开始压一下。那么现在就是右边的也一样啊，右边小的一个花瓣，那么先压它，你看笔尖往外边走，一定是笔尖往外走啊。咱们粘一下粘管的形式。好，又一个画好了是吧？那么下来继续，咱们围着这个莲蓬走啊，围着莲蓬走啊，每一个花瓣都把它粘管的形式啊，咱们下来。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是一种墨骨的形式，所以呢，大家在画的时候，一个就是看咱们怎么去调色，那么再一个就是看咱们怎么去用笔。现在就是看到咱们花瓣的组合了，是不是？现在就要看到花瓣一个一个怎么去组合它。每一个花瓣啊，画的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么现在咱们看组合的时候，就有一个穿插，还有一个遮挡的关系，是不是？由里边咱们一个一个花瓣，你看往外边走，那么这一个花瓣就是相交到一块的。那么下来再来一个，右边再来一个，仍然是包到咱们这个花瓣里边的。你看，把前面这个小的花瓣把它包起来。所以现在啊，就是咱们用笔了，你看。这又一个花瓣包起来了，是吧？那么下来啊，咱们再继续。那么现在就要画外边第二层的花瓣了，就是让它稍微你看大一点。那么用笔的时候仍然是啊，侧锋旋转，对，压一下。那么下来再看一下大的花瓣，那么。毛笔上颜色不够的时候啊，咱们就是笔尖上调一点颜色。你看现在毛笔枯枯的了，那沾了一点点的这个胭脂色，对，然后呢，笔尖往外走，一定记着啊，笔尖往外走，咱们扫一扫。现在咱们就要画到最后的时候就要看了，怎么去组合它。那么下来咱们这个前边啊，给它。前边画的时候一定注意一下啊，笔尖揉一下，对，然后咱们再画它，笔尖往外走，你看揉一下笔尖，对，让它画一个稍微短一点的花瓣。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啊，花瓣也要让它连到咱们莲蓬根根。那么现在再继续给它一层一层的加花瓣了，外边的花瓣再压一下，咱们再继续。那么墨骨的荷花啊，大家看画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没有勾线。那么所以呢，笔尖儿就是控制咱们这个花瓣边线的地方。那么现在咱们你看，又一个大的花瓣画好了，继续再把前面再加它。那么前面走的时候是反手啊，大家画的时候不好画，但是一定注意一下它方向。对，拧它啊，把笔管拧一下。对，你看现在外边是不是淡，越来越淡了？对，外边的花瓣呢就要比里边淡一点。咱们继续，你看这是反手啊，画的时候一定注意笔尖往外边走。那么继续加，咱们再一层一层往外边再走，再加它。对，现在就是让咱们这个花瓣的姿态变得更加的摇摇，所以呢，一层一层的加它。
加的时候啊，一定注意笔尖儿重颜色是咱们花瓣尖尖的地方。这个画的时候不要着急啊，一笔一笔，咱们就是看到咱们的结构的地方，把它要扫一下。笔尖外边就是咱们花瓣结构的地方，对，它的这个结构线就是咱们的笔尖儿。现在你看，在左边咱们再加它了，右边了就到了右边，右边再压一下，啊，右边咱们再压一下，轻轻的提一下，对，每一笔都轻轻的提一下。我们下来再继续，那么花瓣的画法，今天啊，咱们和大家也就分享到这里，这是咱们今天花瓣的画法。那么现在咱们就看一下荷杆，先用笔尖调一点咱们的交叉色。对，一定记着啊！调完交叉色之后刮一刮，把笔尖呢刮成扁扁的，然后加一点点咱们的那个花青色，然后笔尖啊看过来，笔尖两边蘸的墨汁。现在呢，咱们正对着咱们莲蓬的地方开始画荷杆。那么画的时候啊，注意一下荷杆的造型，咱们一笔轻轻的把它拉下来，中锋用笔，记着啊，咱们是中锋用笔。那么小刺儿点一下，小刺儿点的时候长长短短多多少少，这个咱们画荷杆的时候啊，这个画的比较多，所以呢画的时候不要把它点得很均匀。好，现在咱们用3号笔，笔尖蘸一点点咱们的胭脂色啊，用胭脂色把离咱们的这个莲蓬的地方，你看笔尖上是胭脂色，那么把它点染一下，这个是最重的地方了。点的时候啊，不要把咱们花瓣儿这个点了，所以呢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那么一笔下来，你看现在笔尖颜色淡一点的时候，咱们把它扫一扫，每一个花瓣靠近咱们莲蓬的地方都有一个重颜色啊，这一步就是咱们今天很关键的第一步。现在笔上撒了一点点的浅绿色，对，再把它压一下结构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结构的地方。用一点点浅绿色，咱们把它每一个结构的地方都扫一下，压一下。那么仍然是笔尖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点，你看一笔下来，笔尖的颜色稍微重。画完之后，这个啊，就是你看离咱们莲蓬最近的地方绿颜色绿一点，下来每一个地方就是用咱们笔尖加了一点清水，让它扫一下就可以，有一个浅浅的过渡的颜色，是不是？这一步啊，扫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把咱们的这个花瓣啊扫上去。你看笔尖上可以再来一点清水都可以。那么让它淡淡的绿颜色，把咱们这有的地方不够的地方再收拾一下。这一步就是咱们收拾的时候，大的画完之后，那么小的地方咱们把它收拾一下。你看每一个花瓣啊，都要把它画到这个结构的地方。所以说今天啊，咱们这个墨骨的画法就和大家把这个颜色分享一下，怎么调色，怎么用笔。看所有的地方咱们都把它点一下啊。这一步画完之后啊，咱们现在呢笔尖要加一点点胭脂色了，把咱们的这个每一个花瓣尖尖的地方我把它压一下。你看笔尖是一点点胭脂色，只把咱们花瓣尖尖的地方压一下。啊，这个颜色也不能调得太重啊，这只是在咱们笔尖的地方。我现在用的是3号笔，大家看到3号笔，所以每一个花瓣尖尖，外边的稍微淡一点，最靠近莲蓬的花瓣呢，咱们把它的颜色调的稍微重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最后收拾的时候一定看过来啊。那么收拾的时候要小心，也要细心。那么下一步咱们就要点蕊丝了，小号笔加太白色，可以在咱们的藤黄色里边稍微调一下。你看现在咱们点个蕊丝，今天的蕊丝呢，咱们先点完之后，你看稍微把它的蕊丝连接到咱们的莲蓬上边。那么这个颜色调的时候啊，毛笔上水不要太多，一定记着水不要太多，只要咱们的这个笔锋能拉开就可以了啊，笔锋能拉开就可以。那么现在就看到了刚才的重颜色，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蕊丝的画法。那么蕊丝画的时候也要注意了，
让它错落有致，让它也有一个变化。笔尖再来一点太白色，对，咱们再点它，一点一点的去点它。你看，把所有的这个蕊丝的尖尖都把它画一下。那么这一步一定是小心的，笔尖不够，咱们再调颜色。那么现在下边的蕊丝就越来越亮了，是不是？就是太白色就多一点点。那么现在呢，咱们继续收拾它。所以说今天的蕊丝也是咱们画龙点睛的时候啊。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到最后了，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么长的短的，你看错落有致的把它画一下，是不是？那么有的地方咱们就可以叫它多加一点，咱们的藤黄色；有的地方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太白色多一点点。那么现在你看，离得最远的地方、长的地方，咱们的太白色就多一点。下来，咱们再继续，笔尖上再点太白，咱们把这个蕊丝从这个花瓣的缝隙再给它画几个出来，这样一下子就生动了，是不是？继续点一下。那么现在继续用太白色咱们毛笔上的太白色要稠一点。然后最后咱们把它加一下，收拾一下，看哪里不够的，咱们继续调它。笔尖上点的是太白色，那么把刚才的蕊丝，我们也再把它提一下。刚才的是不是用的加了藤黄色了？所以现在呢，咱们就是太白色，咱们把它加一下。现在到最后了，咱们再把这个蕊丝全部都画好了，是吧？那么到最后还有一步不要忘了，咱们笔尖上再来太白色，用这个太白色画哪里？画咱们的这个花瓣了那么我现在用的是小号笔，那么勾线的时候，咱们就是双钩里边给大家也讲过，由花瓣的尖尖开始。对，那么放射状的往下边画，每一个的尖尖都从里边开始往外边画。你看，从里边往外边画，对，这个就是放射状的。这个时调这个太白的时候也注意一下，那么太白不要调的太稀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笔上面能拉开就可以。所以呢，一定记着把笔尖的墨色只要调的，就是说咱们能拉开。我现在用的2号笔，刚才用1号笔觉得不行是吧？咱们现在换一个2号笔再调一下。2号笔就是让咱们画这个长线的时候用的。对，那么换一个咱们的2号笔，你看调的颜色调到哪里？那么这一节课关键就是看调色用笔。现在你看用2号笔勾的时候，就是放射，从尖尖一定是尖尖，咱们往花瓣的后边走，每一个花瓣咱们都把它勾到。这个颜色调的时候一定记着不要调得太稀那么只要咱们笔尖能拉动这个墨线就可以。现在每一个花瓣都是从尖尖的地方往外边走，那么这个墨线也不要画得太粗千万不能画得太粗，不能说咱们用钉头梳尾画的一压下去，而是咱们画的时候用咱们的铁线描，就是两头都是一样的，你看轻轻的走，收笔的时候反而要轻一点。其实这个也叫钉头梳尾，但是就说画的时候那个老鼠尾巴要细，钉子头要更细一点就可以，不能说咱们这个线条呢画的一下特别粗，就像画荷叶的叶脉那样那样就画不出来咱们这个花瓣的这种柔美，是不是？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太白色轻轻的把它勾一下，一定要慢一点每一个花瓣都把它勾到，这一步一定慢一点。你看继续调一点太白色，
看哪一个花瓣没有勾完，咱们再继续勾它。那么墨骨的画法一定记着，不是说只是咱们就是颜色点了一下就不管了。那么咱们可以把各种的形式结合在一块儿，让咱们的这个花瓣呢更加的漂亮，是不是？现在咱们看哪里还没有啊？没有晕染到的，咱们再把它晕染一下，再把它提一下。对，那么花瓣尖尖勾线，看哪一个花瓣不够，一定记着啊，把它都勾好，都勾一下，都是从这个花瓣尖尖走。啊，那么这一步也不要着急了，因为咱们这个基本上都画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就不要着急。所以不管哪一种方式啊，那么只要把它就是说结合起来，你看国画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墨骨就是墨骨，小写意就是小写意，或者大写意就是大写意，而是各种的这个绘画的形式，咱们熟练了以后，掌握了以后，怎么能把它用到一块儿？这个是咱们课程里边给大家分享的最为关键的。那么反瓣勾的时候啊，就要注意，你看反瓣勾的时候不好勾啊。那么提笔怎么去提它？对，也轻轻的，你看压一下，然后收笔的时候要轻，最后收笔要提起来，对，轻轻的，这样线条它才会有一个变化，是不是？你看所有的线条才会有一个变化。那么这样画出来的花瓣呢，才给人感觉到有动感啊，那么也有那种层次感的变化。现在就到了最后收拾的时候了啊！看哪一个花瓣没有晕染好或者没有点好，一定记着再把它提一下。那么这个太白勾线的时候啊，一定注意每一个线条之间也要有一个距离。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再看一下笔尖，调一点重颜色。我要把咱们莲蓬星星再点一下，来一点重颜色，这个就是用咱们的花青就可以啊，稍微点一个花青色。只点咱们的这个莲蓬的里边啊，让它有一个变化，该重的地方把它再提一下，再收拾一下。那么下来咱们就要点莲蓬里边也有，给它要点一个蕊丝的啊，莲蓬里边也有蕊丝。咱们还有一个花瓣没有勾，也把它再用勾一下，用太白再把它勾一下，对，再收拾一下。这一步啊，就是最后收拾它。那么现在你看，笔尖上的白颜色啊，一定要淡，不要太重。后边的花瓣要稍微的画的让它淡一点。那么花瓣全部收拾完之后，咱们就用太白点一下咱们的这个莲蓬里边啊，这个就是用笔尖稍微给它点一点稠稠的太白，你看点一下。那么下边呢，咱们用同样的方法。对，笔尖上是咱们的太白色，我给它画几个飘下来的叶子。你看，从这个尖尖啊，笔尖的时候压一下，先把它这个叶子卷起来的地方，咱们先把它点一下。点完之后，那么看笔尖往外边走，咱们再画它花瓣的后边。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怎么去用笔了。你看，现在这是一个花瓣，那么大家看到尖尖是不是卷起来了？好，咱们再继续，你看把它扫一下，那么一个花瓣就画出来了。下来咱们再给它再加一个，第二个花瓣咱们加的时候，你看到莲蓬根的时候啊，合杆的时候从后边穿插过去，对，这个花瓣咱们就让它穿插到后边去。那么到右边啊，咱们再给它加一个，这样呢，画这几个落下来花瓣的时候啊，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咱们画一个花瓣，而是要看一下花瓣之间这个组合怎么去组合它。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在构图的时候有疏的有密的，是不是有啊？就是说有的地方咱们将它连到一块儿，有的地方呢让它又分开。
这样的话有疏有密，也就是构图的时候大家要看到的，是不是？那么怎么去构图哈？这个图形呢，怎么就是说把它画得很漂亮，那么很有韵味儿。所以说画的时候大小的变化，这是一个；再一个多少的变化也是一个。你看现在咱们画了5个花瓣儿，那么再继续，我要再画一个花瓣儿，把它破一下。你看从哪里走？咱们从前边再走一个。看这一个花瓣的尖尖朝向就变了，是吧？朝向呢朝上边了，对，然后笔尖旋一下。轻轻的旋它一下。那么下来再给它加一个，咱们看一下啊，咱往哪里再给它加一个，再给它加一个小一点的。你看这个就是画小了啊，小小的一个小的花瓣，很细很长的一个花瓣。那么整个花瓣，你看虽然咱们画了几个花瓣，7个花瓣，每一个花瓣的姿态都让它有一个变化，是吧？所有的姿态都让它有一个变化。那么花瓣画好了，咱们现在就仍然勾线了，用2号笔，用太白色，把下边这几个花瓣呢，仍然把它都勾一下。你看每一个花瓣啊，咱们都把它勾一下。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墨骨画完之后怎么去收拾它。你看每一个花瓣咱们都要把它勾到。那么勾线刚才给大家也讲了，勾的时候线条不要太粗。那么花瓣的这个脉线啊，它是非常柔美的，所以说咱们怎么能把它画得很漂亮？那么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勾线其实在国画里边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一个调色，那么一个勾线。好，现在咱们这个啊就到了最后了，每一个花瓣都把它收拾一下。你看勾的时候一定注意啊，边边怎么勾，中间怎么去勾它。太白颜色不要太稠啊，只要咱们这个墨线能拉动就可以。都从咱们花瓣尖尖开始。那么这个小的花瓣啊，咱们勾完之后，看还有一个最大的，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前边的这一个，咱们再把它勾完。那么这个画呢，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就这个就好了。勾完，把它全部勾完。对，勾的时候小心。那么现在画完之后啊，咱们就看一下怎么去落款。那么落款的时候，咱们右边是一个大留白的地方。那么这个留白的地方，你可以落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内容，但是字不要写的太大，一定记着，咱们这个啊，在落款的时候字不要写的太大。那么现在呢，我就在这边啊，给咱们落一个款。那么字一定不要写的太大。那么看过来啊，咱们怎么来落它的款？我呢也就给大家随便写2个啊，很简单的写2个字那么你看一下咱们落款啊，如果你要写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题目，你看我就写一个清河，对，那么这2个字就稍微大一点点，那么和写下来，你也可以写一个很禅意的啊，都可以。那么下来再看一下，咱们下来要写什么了啊？要写咱们的年号，对，壬寅年，对，今年的年号。年号写完之后，把咱们的名字写上。那么写名字的时候，要比清河2个字要稍微要小一点点啊。你看壬寅秋立生，对，比那个字要小一点啊。好，现在咱们看落款，落的时候啊，整个画面怎么去落？那么落的时候呢，就要离咱们的这个名字啊，要稍微远一点点。你看今天啊，咱们把这个章呢，就落到名字稍微错开一点点的地方。那么现在我落了一个明章，落完之后，我再用一个小的闲章，再把它落一下。
好，咱们今天这个作品呢，和大家也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整个是一个比较禅意的墨谷的红河，咱们下一节课再见。